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科技二流子。今天我們來對比兩款風格完全不同的免費 VPN FreeSockets 和 Outline， 一個主打安全與穩定，一個強調自由與速度，一個更像正規軍，一個則充滿開源社區的野性。它們到底誰更值得使用？免費 VPN 的背後又掩藏着哪些安全風險？這一期我們就從速度、穩定性、安全性和使用體驗幾個方面，看看這場蕭峰大戰慕容復的較量，究竟誰能更勝一籌？今天給大家分享第一款免費的 VPN 客戶端，就是這款 Outline。它最初是由 Google 旗下的 Jigsaw 推出的，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開源項目。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源碼是公開的，如果你有自己的 VPS， 就可以自己搭建 Outline VPN 服務器，然後通過客戶端直接使用。當然，如果你不想自己搭建服務器，也可以通過 Outline 客戶端手動導入一些免費的節點來使用。所以本期視頻我就以導入免費節點為例，帶大家快速體驗一下 Outline VPN。我們往下看，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Outline 的兩個軟件。左邊這個主要是用來搭建節點的，可以連接自己的 VPS， 然後在 VPS 上搭建 Outline VPN 服務器。右邊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使用的客戶端，主要用來輸入節點，然後直接連接使用。在官網下面，我們也可以看到 Outline 支持的平台還是比較多的，包括 Windows、macOS、iOS 和安卓，基本上常見的平台都支持。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具體應該怎麼使用。在這個下載頁面可以看到它支持 Windows、蘋果電腦、iPhone 和安卓手機。我這裡就以 Windows 客戶端為例。下載完成以後，我們雙擊進行安裝。它的安裝過程非常簡單，基本上自動安裝就可以了。安裝完成以後，我們打開 Outline， 第一次打開會看到這個界面，點擊知道了。現在彈出來的這個窗口就是讓我們輸入節點的，所以接下來我們先去找一個 Outline 節點。這裡我使用的是 Outline Keys 這個網站，打開以後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節點，我們可以根據國家來選擇。在後面的狀態這裡也可以看到服務器目前是不是在線。一般來說，顯示在線的節點才可以正常使用，因為 Outline 使用的是 ShadowSockets， 也就是 SS 協議，所以我們需要找到支持 Outline 的 SS 節點。在網站上面這裡可以看到它有 Outline、Flux、Trojan 等不同類型的節點。我們點擊進入 Outline， 然後隨便找一個目前在線的服務器，比如這裡的芬蘭節點，我們點擊進去，然後點擊複製。複製完成以後，回到 Outline 客戶端，把剛才複製的節點粘貼進去。這裡需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你當前已經連接了其他 VPN， 最好先把它斷開，然後我們再添加節點。添加完成以後，點擊連接。可以看到，現在已經成功連接了，這裡顯示綠色，就代表 VPN 已經正常連接。接下來我們測試一下它的速度，看看實際使用效果怎麼樣。可以看到，目前測速可以跑到91兆左右。從這個速度來看，日常使用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。播放 4K 視頻應該也沒什麼壓力。我們實際打開 YouTube 測試一下。隨便找一個 4K 視頻，然後把清晰度調整到 4K。接着我們快進一下，可以看到 4K 視頻還是可以比較流暢的播放的。整體來看，這個節點的速度還是不錯的。接下來我們再測試另外一個網站。這個網站裡面包含了一些加寬 IP 的節點。我們輸入視頻中給大家提供的網址，進入這個網站以後，可以看到這裡同樣有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節點，而且這裡面有一些台灣地區的節點。使用的是加寬 IP， 我們先找一個美國節點測試一下，找到美國以後，在後面可以看到一個複製按鈕，直接點擊複製。複製完成以後，我們回到 Outline 客戶端，這裡同樣需要注意，如果當前已經連接了 VPN， 需要先斷開連接，因為不斷開的話，有時候無法正常添加新的節點，所以我們先把當前的連接斷開，然後再把剛才複製的節點粘貼進去。現在就可以正常添加了。這是一個美國節點，我們直接點擊連接。這種新出的節點，一般來說連接成功率還是比較高的。現在可以看到已經成功連接。接下來我們先看一下 IP 地址，可以看到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美國 IP， 不過這個 IP 的純淨度並不是特別高。接下來我們再測試一下速度，可以看到速度大概在80多兆。同樣，
播放 4K 視頻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。所以如果只是日常瀏覽網頁、看 YouTube， 這個速度基本上完全夠用了。接下來，我們再找一個台灣節點測試一下。連接成功以後，我們還是先來看一下 IP 地址，可以看到，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台灣地區的加掛 IP。接下來再測試一下速度，可以看到，速度大概在50多兆。我們繼續打開 YouTube 測試，隨便打開一個 4K 視頻，把清晰度調整到 4K， 然後快進一下，可以看到，這個節點同樣能夠比較流暢的播放 4K 視頻。所以像這種節點，如果只是日常使用，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。而且相比普通的數據中心 IP， 一些加掛 IP 在注冊或者訪問部分網站的時候，兼容性可能會更好一些。當然， IP 的纯淨度並不是固定的，不同節點之間差別也比較大，所以大家實際使用的時候還是要自己測試一下。接下來我們再測試幾個常見的網站。首先來看一下 Google 的 Gemini， 可以看到 Gemini 可以正常訪問和使用。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X， 也就是以前的 Twitter， 同樣可以正常訪問。最後我們再測試一下 ChatGPT， 可以看到 ChatGPT 也可以正常打開和使用。整體測試下來， Outline 的使用還是非常簡單的。如果你自己有 VPS， 可以通過 Outline 自己搭建節點，整個過程也比較方便。如果你不想自己搭建，也可以像我今天這樣，直接通過客戶端導入別人提供的免費節點進行體驗。不過，這裡也要提醒大家，免費節點的穩定性、速度和安全性都無法保證，節點也可能隨時失效，所以如果是長期使用，還是更建議自己購買 VPS 搭建服務器，這樣服務器和節點都掌握在自己手裡。好了，今天關於 Outline VPN 的分享就到這裡。如果大家對 Outline 感興趣，可以按照視頻中的方法自己測試一下。Outline 走的是一種 VPN 社區路線，任何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節點。我們只需要進入 VPN 社區，就可以找到來自不同國家、不同用戶分享的 VPN 節點，從而獲得最新免費的節點給大家使用。這其實也很符合 Linux 早期所提倡的免費、開源、共享精神。這樣的好處是，節點使用的人通常不會太多，相比一些大型 VPN 服務商，不容易出現大量用戶擠在同一個節點上的情況，因此在速度和穩定性方面，反而可能會有不錯的表現。但是，這種路線同樣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，你根本不知道分享 VPN 節點的人是誰，也不知道他是否會收集你的信息。當你通過一個陌生節點訪問互聯網時，你的網絡流量可能面臨隱私洩露風險，甚至可能涉及賬號密碼、銀行卡等敏感信息。因此，免費節點雖然方便，但在使用之前一定要考慮清楚它背後的安全風險。FreeSocks 是由一家美國非營利組織開發的一款免費開源 VPN。如果你擔心某一天網絡出現問題，或者需要一個備用的網絡連接，那麼它還是非常適合長期作為備用節點使用。以備不時之需，這家 VPN 名叫 FreeSocks， 是一家美國非營利組織開發的一款 VPN， 它也是在今年7月份才剛剛推出，目前使用的人數還比較少。FreeSocks 的後端協議是基於 Xray 開發，支持多種現代網絡協議。同時也支持大多數主流的開源客戶端進行代理使用。FreeSocks 擁有自己的服務器，服務器硬件位於美國堪薩斯城。我們還可以通過這個網頁鏈接，實時查看服務器的運行狀態。整個服務器完全由自己進行托管，不依賴第三方雲平台。在隱私方面， FreeSocks 宣稱採用零 IP 日誌，而且在賬號註冊方面，也不需要提供個人信息，不需要郵箱，不需要電話號碼，甚至不需要設置密碼。註冊成功以後，系統會自動生成一個32位的隨機數字，作為我們的賬號。每一個賬號每個月可以獲得50G 的免費流量。當然，如果你有自己的服務器，也可以自己購買服務器進行部署和管理，而且它的代碼是完全開源的。目前我已經把 FreeSocks 提供的免費節點導入到了 ClashVerge 當中，並且實際測試了一下這些節點。從實際測試來看，它的速度並不算特別快。如果用來看高清視頻，偶爾還是會出現卡頓。但是如果只是用來瀏覽網頁或者逛逛 X， 基本上還是可以使用的。所以對於一部分朋友來說，如果你對網絡速度沒有太高的要求，秉持着一個能用就行的態度，
但是又比較看重網絡工具的安全性，希望找一款靠譜的免費 VPN， 那麼 FreeSocks 還是可以了解一下的，尤其是作為一個備用節點，我覺得還是比較合適的。下面就給大家分享一下 FreeSocks 如何註冊和使用，相關鏈接我會放在視頻下方，我們可以通過下方的鏈接進入 FreeSocks 的官方網站，進入頁面以後，點擊這裡的獲取免費賬戶，然後在這裡驗證一下，確認我們不是機器人，驗證成功以後，接着點擊創建我的賬戶。這時候，頁面會彈出一個32位數字的賬號，點擊這裡的下載，把這個數字賬號保存下來，接着點擊繼續，然後複製剛才保存的數字，粘貼到這裡，接着點擊我已保存，這裡不需要填寫手機號碼，直接點擊下方的暫不。如果你是在中國大陸使用，這裡直接保持默認設置，選擇互聯網自由模式，然後點擊下方的 Get My Free Key， 到這裡，我們的賬號就已經創建好了。接下來，我們就可以通過一些現有的開源客戶端來使用這個訂閱地址。如果你還沒有代理客戶端，也不用着急，我們繼續往下拖動。在下面可以看到針對不同設備推薦的一些客戶端，你想使用什麼客戶端，直接點擊旁邊的安裝，就會跳轉到對應的頁面進行下載。為了方便演示，這裡我以 Carin 為例，因為 Carin 同時支持蘋果手機、安卓手機以及 Windows 和其他平台。進入以後，點擊這裡的 GitHub， 接着點擊右邊這裡，在這個頁面，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平台對應的客戶端，根據自己的設備選擇對應的版本進行下載。安卓手機可以點擊上方這裡進行下載， Windows 電腦可以選擇下面這兩個版本進行下載。如果是蘋果手機，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當中進行下載。這次我以蘋果電腦為例，所以直接點擊蘋果系統的客戶端進行下載。下載安裝好 Carin 以後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使用 FreeSocks 的訂閱了。回到剛才的 FreeSocks 頁面，點擊這裡的複製訂閱，然後打開 Carin， 在這裡點擊從剪貼板導入，這時候可以看到剛才複製的訂閱地址已經自動識別出來了。接着點擊右上角的這個勾，回到 Carin 的主頁以後，點擊我的配置，再點擊一下剛才導入的配置，就可以看到我們導入進來的節點了。接下來點擊這裡的閃電圖標，測試一下節點的延遲，如果部分節點測試失敗，也不用擔心，我們回到首頁，點擊下面的自動選擇，看看能不能正常進行代理。這時候 Carin 可能會提示我們是否需要進行系統設置，直接點擊是就可以了。設置完成以後，我們就可以點擊下方的開關，開啟代理，接着點擊下面的節點選項，在這裡就可以看到我們剛才導入的所有節點，以及每一個節點對應的延遲。如果想切換其他節點，直接選擇另外一個節點就可以了。選擇完成以後，我們就可以正常使用代理了。目前我們使用的是規則模式，如果你希望所有網絡流量都通過代理進行連接，也可以點擊這裡的全局，切換到全局模式以後，就可以進行全局代理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 FreeSocks 的註冊、訂閱以及客戶端使用方法。如果你覺得這個項目不錯，也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它的開源項目和服務器情況，鏈接我都會放在視頻下方。FreeSocks 經過小編使用體驗後，在免費 VPN 中，它的配置並不複雜，它是通過從官網申請免費的訂閱連接，然後把連接導入客戶端，實現科學上網。這樣的設計模式存在一個很大的漏洞。如果老共在國內花3000元每月的工資招聘1000個臨時工，主要工作就在 FreeSocks 官網不停地申請免費的訂閱連接，這樣在短時間內會有大量的數據訪問 FreeSocks， 會出現需要申請的人無法申請到訂閱連接，甚至會出現網頁打不開的可能。FreeSocks 數據庫會被無效的申請給占滿。FreeSocks 與 Outline 在這次對比中可以說是打成了平手，雙方不相上下，簡直就是蕭峰與慕容複單挑，真正的棋逢對手。如果你追求安全與穩定，那麼可以選擇 FreeSocks。如果你更追求自由、激情與速度，那麼 Outline 可能更加適合你。當然，這次只是2款免費 VPN 的對比，下一期我將繼續挑戰源碼 VPS， 看看自己搭建的方案到底能不能打贏這些現成的 VPN。如果本期視頻對你有所幫助，歡迎點讚、收藏並分享，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交流。同時，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。